在新竹和苗栗的交界，有一个以云雾为名的地方，雾气环绕森林，像仙境一般。天气晴朗时，还可以远眺壮阔的雪山圣人线。这里是观雾山庄，一个我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。这一次回忆之旅，很奢侈地订了3晚的营位，用跑步的方式好好回味这些森林步道，幻想自己是一只水鹿，奔驰在软 Q 的松针地毯上，渴了就喝岩壁渗出的山泉水，饿了就回营位煮大餐来吃。骑行在森林的脚步声，我们跑的是回忆呀。这是栗子南瓜和台湾好行的观雾8号。我们在下午4点抵达了好久不见的观雾山庄。一下车就是湿冷的空气和白白的云雾。在柜台报到完之后，就要前往露营区扎营了。C2 在哪里？好像 C2 我觉得不错，而且我觉得 C1 要有人几率很低耶。这次4天3夜的露营，我们订的是 C 区的木栈板营位，赶快趁天黑之前把帐篷搭好。这是我第3次搭 Top 10的隧道帐。搭起来是更得心应手了。不过要特别留意的是，这个木栈板上面是不能打营钉的。上面虽然有固定的营钉孔，但仔细看那个孔很大又很深，我们带的营钉是完全不能用的。还好旁边有很多干净的木头，用来固定帐篷的4个边角刚刚好。终于搭好我们3晚的家了，接下来就要准备吃晚餐了。说起我和观雾的故事，就要回到2021年新冠疫情的时期了。本来在台北上班的我，因为疫情的爆发，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。那个时候刚好有朋友帮忙，有机会可以到山庄工作。可能是那个时候在台北的生活真的太闷了，想都没想，马上就辞掉工作上山。在这边待了1年半。时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却是我人生中很美丽的一段时光。我们都没带手机，等下怎么计时？我的手机在我的随身小包里。没关系啊，应该不煮滚冒烟，小心头发会烧到。你看你头发都烧到了，啊，头发烧到了都没注意。顺到后面，还有小发圈吗？有没有小剪刀？把这手剪掉。所以要小心啊，对啊。听到啪啪啪水分干掉的声音，白饭就煮好了，终于可以享用味噌火锅了。成功的白米。很厉害。一边喝热热的汤，一边期待下一道菜——香煎马铃薯。厚切马铃薯片，淋上橄榄油煎得金黄酥脆的，再撒上意式香料，就可以开吃喽。上有一块就这块就很松。
吃饱饭来参观卫浴间，这边是男女分开的，环境打扫得很干净，热水又超强超烫的，洗个舒服的热水澡，好好休息。明天就要开始走遍这边的森林步道了。之前在观雾生活时，工作之余常常在森林中跑步训练。这次回来，就是想要回顾当初曾经努力过的地方。我们睡到自然醒，穿上运动鞋，换好衣服，直接出发，循着树林间散落的阳光，随性奔跑。观雾的森林有很多条步道，是个很好练习跑步的地方。首先，我们先从山庄出发，循着大鹿林道西线，跑上蜜月小径。蜜月小径虽然很短，但是超级陡。本来想要一口气冲上去，但是太久没练习了，竟然大退步。好累啊！蜜月小径的终点连接着最有名的快山巨木群步道，但是到了路口才发现，现在正在封闭维修中，真是太可惜了。这是我最喜欢跑的步道啊！跑着跑着，往事回忆涌上心头。还记得我刚来观雾上班的时候是11月，很不习惯这种又湿又冷的天气。每天一下班就冲回宿舍躲在棉被里。那个时候就发现这边有个怪人，徐伟哲。尽管是冬天，还是沉浸在自己的练习。黑夜中竟然穿着短裤在山庄门口狂奔。更没想到，过没多久我也加入这个怪人的行列了。过了小桥流水，就是真山步道的入口了。这次决定用跑的上真山观景台，对我来说应该会蛮辛苦的，但还是试着努力看看咯。跑跑走走中，发现这次台风过后，真山的路变得更原始了，地面有很多倒木树枝，就知道这次台风算是蛮严重的。大树倒下，新的树苗得以接受阳光的养分向上成长，也是自然界中的生态交替吧。这条好像是去真山的三角点，听说三角点什么都没有，应该很无聊。快要上观景台前，有一条岔路是可以通上三角点的，但这并不是大众步道，路径不好找，需要用到离线地图，刚好又可以当作我认地图的练习。看不懂了。放大，把地图放大。压，没压到。对，好，然后开始跟着它转，不要动地图，你动到它就不行了。重点。好，来转。
但大原则上就是不要超过那个红线。好，然后找好走的路走。好，往下，前头哦。有这，哎，有路哎，啊，好痛哦，这个会刮人，小心。等一下，要穿长裤子。练习用地图走了一段，我们就准备回去了。往山脚点的路真的很远，真的要上去的话，不要贸然前往，一定要做好准备再去。还有多远啊？很远，超远的。那我想回家了。真山观景台，前面就是圣人线了。啊，好可爱哦！嗨，你在晒太阳吗？真山之独角仙。秋行虫。秋行虫啦。独角仙跟秋行虫有差吗？独角仙是一只脚。你看，它吐口水耶，好可爱哦！在观景台旁发现的细脚大桥，晒着暖暖的太阳，闻着快木树干中散发的香气，心满意足，准备下山了。回到西线了，这算是西线吧？对。好，回去西线了。啊，好怀念哦！我记得11月好像观雾还没有什么枫叶，这里的枫叶都是野生的，所以不会全部红红的，应该12月才会比较多一点点。可能现在也比较热，但应该会有云海。不过今天天气很好，看下午会不会有云海？嘿。你在干嘛口渴了吗？可以喝水耶！哇，干净的水，我来喝。没喝到。好爽。最后，我们接上赏鸟步道，稍微散步一小段，就会接到瀑布步道的入口了。今天早上跑了一大圈，真的有饿到，准备回去露营区煮午餐吃了。蒜香热炒高丽菜，还有香喷喷的白饭。因为我不吃肉，炒好蔬菜之后我就先享用了。用热油爆香的蒜头下去炒高丽菜，真的好吃到没话说。伟哲吃的是邪恶的韩式泡面，加上超厚的火腿和鸡蛋，还有饭后点心香煎栗子南瓜。好松呀！下午4点，再次从山庄出发，前往游客中心旁的秘密基地看云海和日落。这条路线啊，是我最一开始练跑步的地方。还没有跑之前，想说不过就是条平坦的柏油路，跑下去才发现，原来是条缓上坡。尽管我每次都跑得很慢，但伟哲从来没有放弃过我。步伐的差距有很多方式可以弥补，比如说伟哲他会倒过来跑，甚至还有在脚上绑过铅块，这样子速度就会和我差不多了。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蛮好笑的。
车在那里耶，它的目的应该是跟我们一样的。好，走。会发现这个秘密基地是之前傍晚跑上来的时候偶然发现的。滚滚的云海和橘红色的落日，让当时的我感动了好久好久。这次回来就一直心心念念想再看一次，但是我忘记之前看的时候是夏天了，秋冬太阳落下来的方位刚好被远方的快山遮住了，有点可惜。不过最后还是有看到美丽的云海。把炒香的料加上黑松露，还有素食起司粉，对，全素的，用豆浆做的，然后再加水。然后这个米是干燥的米。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食，黑松露炖饭。我们的晚餐黑松露炖饭完成了。哇，有点稠稠的感觉。对，很香，很入味。早安，今天一样是个晴朗的好天气。我们要跑的是旁边的瀑布步道。前几天才来了个超强的台风，想必下方的水源应该是十分的充沛吧。今天也要加油，看能不能至少跑个80%咯。踩着软 Q 的松针地毯，享受下坡带来的速度感。我问韦哲，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像在森林里面奔驰的动物呢？韦哲说，他有时候会幻想自己是一只山羊。我觉得我像一只水鹿，在静谧的森林中，就是有各种异想天开。跑着跑着，很快就到了观雾瀑布的凉亭。有没有水吗？就那个啊，你刚就是警察小队的大哥，来录一下。很多。这是我看过水量最大的观雾瀑布了，有付出努力，看到的风景就是最美好的。这是观雾的糖炒栗子。再来参观一下台湾特有的杉木，巨大的香杉。在隐秘的角落发现台湾赤链蛇。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上坡，先下后上，
就是先甘后苦。这上坡简直是来还债的，大腿超级酸，只能用意志力撑。如果是以前啊，早就停下来休息了。但想说这次难得回来，再多努力一下下吧。跑到最后都神志不清，开始胡言乱语。为了中午的麻吉，加油！跑步的姿势也越来越诡异，已经慢到伟哲在后面直接快走了。但还是期望自己可以努力跑回露营区啊。很可惜，真的太累，我在最后的阶梯路投降了。不行哦！把所有好吃的菜都丢进去，蔬菜百会上桌了。再来就是我跑上坡的精神支柱，日本的白兔牌红豆麻薯。看着它在烤网上膨胀的样子，真的太疗愈了。别动，不要动！把冒着蒸汽的烤麻薯浸泡在红豆汤里面沾着吃，享用红豆加红豆的双重暴击。我想啊，运动就是最好的调味料了。跑完步吃什么都是人间美味。现在要去西线看萤火虫了，走。观雾的11月是萤火虫的季节，西线就是他们的大本营了。根据我的观察，大概天一黑5点半就可以出发。萤火虫一天只上班1个小时，太晚去可是会扑空的。请原谅我，运动相机真的拍不出来，只好放之前伟哲拍的照片。现场看就像是有千百只绿色小精灵在夜空中画出像喷泉般的弧线。我们慢慢走到西线的空旷处，坐在地上，欣赏着漂浮在空中的绿色小星球们，还有满天璀璨的星空。可以看到这样的美景，这次回来真的满足了。最后一天，就用观雾山庄的招牌风景圣人线的日出画下完美的句点吧。它是从哪个山出来的？可能桃山那个方向。I think of all the times we lay looking out at the stars. 这次回来，心中是满满的感谢，感谢生命中曾经有一段时光在这边度过，在这边相遇的人事物，在这边奔跑过的春夏秋冬。观雾在我心中，永远是最美的神秘小森林。How I adore you, it can't be matched, no. All my love, I have only
thought we'd meet and fall and land into this truth. Oh, before you, oh, what was that? I don't recognize